Hello， 我是西西。过去8天，我们一直都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骑行，直到今天，终于正式进入葡萄牙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欧洲展开跨国摩旅，跨境过程非常的丝滑，那种感觉很奇妙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们会探索葡萄牙南部 Algarve， 之后再返回西班牙的马拉嘎。Algarve 以阳光海岸、白色小镇、金色沙滩闻名，这里也拥有壮观的大西洋海狮崖和海狮洞穴，还有属于葡萄牙的慢节奏。我们第一站来到塔比拉，一个安静的海边小镇。午餐我们吃正宗的葡萄牙烤鱼海鲜，没有复杂的调味，只是简单撒盐，挤点柠檬。午餐后，我们去了 Praia do Barrio。因为错过了小火车，我们只能沿着长长的步道，慢慢地走向海边。然后小火车在这里。后来，白色沙滩出现了一整片巨大的船锚，它们曾经属于这里辉煌的金枪鱼渔业时代，用来设置捕鱼陷阱。以前这一带很多家庭都是靠渔业为生的，后来渔业没落了，这些船锚被留在沙滩上，随着时间过去，慢慢地形成了著名的船锚坟墓。葡萄牙的第2天，早上的天气阳光普照，这是骑行的好天气。我们计划继续往西的海岸小镇 Lagos。很多人认识 Algarve， 都是因为这里漂亮的海边。但是今天我们决定故意离开海岸线，往山区绕路。路越来越小了，房子越来越少，慢慢的开始进入了真正安静的葡萄牙乡下。骑了很久，路上还是看不到车子，只有山坡、风车、树林，还有偶尔经过的小村庄。后来我们意外地进入了非铺装路，其实我们是在寻找着 Serra do Caldeirão 的顶峰，却没有想到迎接我们的是一条非铺装。其实这趟欧洲冬季摩旅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葡萄牙骑越野，而且还是这种完全陌生的山区里。虽然不算特别的困难，但还是会让我紧张。骑着 CF-Moto 450 MT， 这台对我来说还是高、有一点重的摩托，复杂的路况呢，总是会让我捏一把冷汗。OK。此时导航指示已经到达了，但是很明显这不是顶峰呀。想着与其在这样的路况四处寻找，不如就好好的享受当下，感受一下这一带独有的荒野氛围。哇，这边是碎石啊！半路遇到了一位大哥，我们就跟他聊起天来。后来大哥领路，带着我们离开。拜拜 ，Thank you，Obrigada。我们骑着山鸡向目的地骑去，两边是开阔的山景。远方还可以看到蔚蓝的大西洋。
下午，我们终于抵达了 Lagos， 这里是 Algarve 最热门的海滨小镇之一。我们会连续住上2晚。到身后面的大西洋。卸下行李，我们就到附近的超市去购买接下来几天所需要的食材。一个猪骨拿来面。跟在西班牙一样，我们还是会保留着自己备餐的习惯。欧啦，早安！现在是早上9点半，我们是在葡萄牙的 Lagos。葡萄牙第3天，今天不需要收拾行李退房，我们可以悠闲一点，煮个早餐，再出发到这一带奇特的海式崖和海式洞。Bonito Beach， 差不多23公里。哇，看看这个景色！我们从主路转进了不起眼的小路，这里开始是非铺装，我又开始紧张了起来。一开始的路况还算驾驭得到，走的痕迹，那就是可以了。直到钢铁侠停下来观望。这是坑坑洞洞。I think use my bike. Yeah, my bike is much lighter, but for me still heavy. 于是就把他的车推到路边停好。1, 2, 3. Yeah. 途中还遇到了一个当地人，我们问他今天有没有机会搭船进去看海式洞。继续颠簸地向前，我心里想着，还好没有自己骑，这样的路况我应该会相当的吃力。很快的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路况。这里是 Banaguil， 在海浪长期冲刷后，这里形成了很多很特别的海式崖和海式洞。徒步在悬崖上，听着大西洋海浪的狂野呼啸，我们沉浸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傍晚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 Algar Seco， 这里呢是一整片天然海式岩区域。海浪不断冲刷岩石后，形成了很多洞穴、裂缝和奇怪的岩层。在金黄色的夕阳下，巨浪汹涌地拍打着悬崖，翻起的高度几乎像一栋高楼。站在悬崖旁边，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。那一瞬间，赞叹着大自然的伟大，也对大自然充满着敬畏。葡萄牙第4天，
本来今天要退房了，但这里住得太舒服了，最后决定再多住一晚，这样就不用重新收拾行李，也不需要再找住宿了。今天的计划是骑上 Algarve 最高峰 Foya， 再一路往西，前往欧洲大陆的西南尽头。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，早上出发的时候天气其实还不错。不过越往山上骑，雾就开始越来越浓了，后来甚至浓到前面的路都快看不清楚了。整座山几乎都被白雾包围，能见度越来越低。后来终于抵达佛雅顶峰，结果什么景都看不到，全部都是白的。山上的风非常大，温度也很低，跟 Algarve 海边那种阳光沙滩的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待太久。原本天气好的时候，这里可以俯瞰整个 Algarve 海岸线，应该是昨晚大雨的关系，整片山区都被云雾包围了。离开山顶后，云雾开始慢慢的散开，远方的大西洋也渐渐出现在眼前。我们继续一路往西骑，奔向欧洲大陆最西南端 Cabo de São Vicente。 越靠近海边，风就越来越大，四周也开始变得荒凉。在这个大陆的尽头，除了游客之外，几乎渺无人烟，只有一望无际的大西洋。悬崖边孤寂地矗立着一座灯塔，还有从未停息过的风浪。以前的大航海时代，很多葡萄牙航海家都是从这里出发，许多探索世界的冒险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片悬崖，有人看到了尽头，所以停下了脚步。也有人看见了可能，于是选择探索未知的前方。葡萄牙第5天，今天我们要离开住了3晚的 Lagos， 返回西班牙。早上简单吃过早餐后，我们跟这间舒服的公寓道别了，正式踏上回西班牙的旅程。今天几乎都会骑高速大道，预计中午之前就会抵达连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跨河大桥。11点左右，我们顺利来到了大桥前，桥的另一端就是西班牙了。进入西班牙跟进入葡萄牙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没有边境关卡，没有出入境检查，也没有海关。这种丝滑的欧盟跨境体验，直到现在还是让我觉得很神奇。随着成功回到西班牙，我们5天的葡萄牙魔旅也正式告一段落。谢谢葡萄牙，丰富了我第一次欧洲跨国魔旅的记忆。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沿着西班牙南部海岸探索，请看西西冬季魔旅西班牙、葡萄牙第7集。